在大清当皇室奶妈入选条件太奇葩了，年龄不满20岁却需要生过3个孩子，生下的第3个孩子还得不满3个月，而且乳母的工作不仅仅是喂奶这么简单。那么做清朝的皇室奶妈到底好不好呢？他们的待遇又怎么样呢？奶妈又被称为乳母，这种职业最早出现于西周。封建古代中人丁兴旺的程度代表了一个家族是否兴盛的命运，因此不少家族在繁衍子嗣方面尤为关注，养育婴孩也格外的重视。通常有钱有势的家族，妻妾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，他们的身体素质有所欠缺，在生下婴孩后呢，常常会有奶水不足的情况，加上他们会害怕身体变形等，因此才有了乳母这种职业。所谓的乳母主要是给主人的婴孩喂奶，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。在皇室当中自然也有乳母这种职业。皇室乳母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有必要提一下汉武帝的杀母立子。当年汉武帝将7岁的刘弗陵立为太子，由于汉朝曾出现过吕后窦太皇太后专权的情况，汉武帝为了稳固刘家江山，在重兵垂危之下杀死了宠爱的钩弋夫人。虽说汉朝之后呢，再也没有出现过杀母立子的事情，但为了防止皇帝同亲生母亲的关系过于亲密，导致其母族的势力扩张，进而出现外戚专权的情况，皇室不得不招纳乳母，建立乳母制度。通常在皇嗣诞下之后，他们就必须同生母分开生活，通常由乳母养育着。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遏制了外戚专权的可能性，也间接性使乳母成为了皇帝最亲近的人。如果乳母有野心或者道德品行不佳，她凭借皇帝的恩宠，进而也可以干涉朝政，扩大自身家族的势力。换言之，乳母也可以专权。比如明朝明宪宗朱见深，他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因土木堡之变变成了瓦剌人的俘虏，他的叔叔朱祁钰上位后朱见深遭到了冷遇，祖母孙太后于心不忍，派宫女万贞儿前去照顾。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复辟，朱见深再次被立为太子。在此期间，万贞儿虽然没给他喂奶，但却成为了朱见深人生低谷期的救命稻草，因此朱见深对万贞儿产生了深深的依赖。朱见深16岁的时候，两人有了夫妻之实。后来朱见深坐上帝位，就算后宫佳丽3000，他也独宠万贞儿一个。宫女获得帝王的宠爱，会干出哪些糊涂事儿呢？我们来看看万贞儿的行径。她在朱见深的宠爱之下变得嚣张跋扈，还影响到了皇位的继承权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由于万贞儿生不出孩子，心生嫉妒的情况下，对后宫宫女嫔妃进行了迫害。有一个宫女怀上龙种，太监张敏于心不忍，他才顺利保下孩子。这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。由此可见，后宫当中不管身份到底有多低下，只要同皇帝关系亲密，对皇室造成的影响很大。皇室乳母同皇家子嗣朝夕相伴，没有血缘关系也尤为亲密。在一定程度上而言，乳母的认知、性格等也会对皇嗣造成影响。作为我国历史当中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清朝吸收各个朝代的经验教训，在招纳乳母的过程当中制定了一套标准的规则，选拔方面很是严格。想要当清朝皇室的乳母，首先需要身体方面的检查。当皇室乳母需要确保身体健康，年龄在15岁到20岁左右，最好是生下第3胎且不到3个月的妇女，因为这种妇女有丰富的育儿经验，加上处于哺乳期，年纪不大，奶水很充足，精力也很充沛，可以更好地养育皇家子嗣。其二是出生良家。清朝规定，只有良家妇女家中亲戚长辈没有犯过罪，才有当乳母的资格。清朝初期当乳母还需要是包衣人出身，还要精通满语。所谓的包衣人是指清朝为8级贵族服务的家族。再则便是相貌，选乳母虽说不是选妃子，但由于是服侍皇家，
长得太丑，间接性也影响到皇室的颜面。因此皇室乳母通常会选看起来和善端庄、有福气的人。皇室乳母在照顾皇嗣的过程当中，也会出现生病、奶水不足等突发情况。为了解决这种问题，清朝政府设立了专门的乳母备选库，也就是说，清朝皇室备选非常多的乳母，并且他们呢还有一个奇怪的规矩，根据刚出生婴儿的性别，在确定乳母的时候有所不同。比如生的是哥哥，则由刚生过男孩的乳母抚养；换言之，生的是阿哥，则由生过女孩的乳母抚养。那么当清朝皇室的乳母，他们的待遇怎么样呢？皇室乳母每月可以拿到10两银子，当时饭馆店小二每月能拿到的收入也就1两银子。由此可知，皇室乳母的收入相当于底层平民的10倍之多，并且皇室为了确保乳母的奶质，通常会给他们免费提供大量有高蛋白的猪肘。除此之外呢，如果乳母把皇嗣照顾得白白胖胖，皇帝一高兴还会有赏赐。因此许多民间妇女都愿意进宫当乳母。清朝皇室乳母的待遇非常好，但他们也会面临很多潜在的危险。什么危险呢？乳母在照顾过程当中，皇嗣出现意外受到伤害，乳母必定逃不过责罚，很有可能殃及全家被流放，有的甚至遭遇砍头之罪。不过很多妇女为了生活，愿意硬着头皮参加选拔。这里有必要提一下，最受溥仪敬重的乳母王娇氏，清朝晚年期间，慈禧太后为了稳固政权，在光绪皇帝病入膏肓时，立马把溥仪接到了皇宫。当时的溥仪年仅3岁，还处于懵懂的年纪，同亲生父母分别后十分伤心。等来到宫中，看到面色不善的慈禧，他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。这个时候，站在一旁的乳母王娇氏主动将溥仪抱在怀中，在众人注视之下给他喂奶，溥仪这才是安静下来。王娇氏是河北保定人，年幼时遭遇过战乱天灾，后来到京城投靠哥哥生活。之后呢，嫁给了一个衙役，两人婚后也算幸福，还生下了一个女儿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她的丈夫去世了，王娇氏没有办法，为了在乱世里将女儿养大，只能前往醇亲王府做奶妈。由于进王府后，她常年不能同女儿见面，王娇氏把所有母爱倾注到溥仪身上，并且他还用自己朴实的言语引导溥仪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。溥仪出身皇室，在年幼便幸运地坐上皇位，从小被周围的人阿谀奉承着，他根本不知民间疾苦。再加上亲生母亲不在身边，他很是依赖王娇氏。在折磨工人的时候，王娇氏总是站出来教育他，希望他感同身受，考虑别人的感受。溥仪虽说爱玩闹，但他对王娇氏说的话很听从。可惜的是，当时的溥仪还是个幼年孩童，很多事情由不得他做主。当光绪帝的皇后妃子，也就是他名义上的母亲，要赶王娇氏出宫的时候，根本无能为力。直到溥仪成年，大清灭亡，他在民国政府的优待下，依旧在北京皇宫中当皇帝，才有了将乳母王娇氏接入宫中生活的权利。后来溥仪在东北当傀儡皇帝，或者是日本战败逃亡，他始终带着王娇氏。在他的内心深处，或许真的把这位乳母当成自己的母亲。只是令人痛心的是，这个善良淳朴的妇人，在1945年的时候被乱军杀死。溥仪听到消息后痛哭流涕。提到皇室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一群高高在上，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厮杀的冷血生物。尤其是登上龙椅的皇帝，被众人敬仰的同时，也被众人忌惮疏远。皇帝心知肚明，则更加珍惜身边对自己好的人，而陪伴他长大的乳母呢，则会受到更多对待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清朝皇室没有出现过昏君，也多亏乳母的言传身教。